我和总裁并非兄妹关系的 DNA 鉴定报告被发到了公司群。总裁白月光阴阳怪气，讽刺我是妄想攀亲戚的小丑。人事主管要我滚蛋，大伙都嘲笑我想抱大腿想疯了。这时，总裁亲自发了一条视频，视频中我揪着他的衣领，骂骂咧咧：“老公，我是你爹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早上我艰难来到公司上班，打完卡后发现同事看向我的眼神很是奇怪，难道我的妆没化好？我疑惑地掏出镜子，却听见同事又开始窃窃私语，一来就在那搔首弄姿，不要脸，估计还没看群消息呢，都不知道自己社死了。我打开手机，我翻到公司群聊的最上面，是一张谁用小号发的照片。我点开一看，满脸震惊，这不是我为了逗沈艳华玩准备的 DNA 鉴定报告吗？群里还在源源不断地弹出新消息，怪不得我前段时间老在沈总办公室那边听见有人喊哥哥 XSWL 哥哥哥哥的，母鸡下蛋呢，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。犹豫片刻，我刚想解释，却突然来了条艾特全员柳结衣：各位同事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请勿闲聊哦，尤其是聊一个想攀亲戚的小丑，就差指名道姓骂我了。但同事们全体闭麦，我也不好再发消息，默默翻了个白眼，起身去茶水间。谁知去接水的路上，还有人在说三道四。秦希月这姐真的有点颠，她竟然觉得自己是沈总亲妹妹，连刘姐都没说自己和沈总有亲戚关系。她区区一个普通员工，真牛！毕竟华盛集团的总裁沈艳华是众人皆知的高冷禁欲，无论男女都别想近她的身。那些试图搭讪甚至勾引她的人都被她狠狠收拾了，也就柳结衣能和她在私底下说得上几句话。她就等着被开吧，我们平日里还是多巴结一下刘姐。听说刘姐是沈总的白月光呢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由得气笑了，还白月光，别太荒谬。我故意咳嗽几声，想开口说话，他们转过身，见我站在旁边，竟跟躲瘟神似的散开了。此后几天，我明显能感觉到自己在公司被孤立了。我的接水搭子没了，饭搭子也没有了，项目组上给我的工作任务也是要独自完成的那种。面对这样的单机处境，我多少有些无所适从，甚至会想着，也许我就不应该粗心大意，把东西落公司里。说起来，这事主要还得怪我爸。原本是沈艳华和我的双人甜蜜之夜，我特地伪造了份 DNA 鉴定报告，做我们角色扮演中的重要道具。可我爸在那天正好有急事应酬，他临时非要叫上沈艳华一起去。沈艳华觉得这是一个能让我爸正式承认我们关系的好机会，于是头脑一热便答应了。play 没有办成，我把鉴定报告忘了。我躺在床上无语凝噎。平时我在公司行事可以说是非常低调，几乎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究竟是谁故意在我的工位上偷拍？我起身拿起手机，准备找加班的沈艳华要权限卡去保安室调取监控。就在这时，公司群弹出新消息，通知明天团建。我随手回了句收到，紧接着柳结衣发了一个表情包，你也配？他立刻撤回，其他人也有样学样，用表情包嘲讽我后撤回。还有什么总裁不在，你参加团建勾引也不到人的脑残发言。我翻了个大白眼，在群里疯狂发送鸡鸭鹅的表情包，把他们全部刷了上去。最后
主打恶心死所有傻逼。我故意用夹子音发语音，哈哈，我们明天见哦。公司团建在一个开发没多久的户外野炊基地。当我开着车到地方时，柳结衣正准备挽起袖子干活。他笑意浅浅，就由我来负责清洗食材和串签子吧。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笨手笨脚哦。边说着，他边招手示意。一个穿着黑色卫衣的男人立即注意到他手臂上包裹的绷带。他叫夏至，是公司的人事主管，最喜欢向柳结衣献殷勤。柳姐，你的手怎么了？他发出惊呼，引得同事全都看了过去。柳结衣只是温和地摇摇头，没关系，不影响的。其他人纷纷感动，柳姐你受伤了，就不用忙了。人美心善，恐怕说的就是你吧？夏至附和：是啊，你平时在公司忙上忙下的，现在这种小事就让别人来做。随后他转过头指向我：秦希月，你来。我一脸疑惑，凭什么？柳结衣自己主动揽活的。夏至被我的话哽住，脸色一垮。我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：而且我一个人做，得弄到什么时候？大家一起不是更快吗？可是刘姐愿意自己做。一个看不惯我的同事出来拱火道：对呀，一个人做完全没问题吧？就你矫情。又一个同事嘀嘀咕咕。听到这些话，柳结衣这才坐不住似的站起身来。好了，大家别吵了，还是我去吧。他挡在我和夏至之间，耷拉着眼，看起来很是委屈。众人皆鄙夷地看向我。确实，我们可请不动沈艳华妹妹这尊大佛。夏至笑了笑，可不是吗？刘姐和沈总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的交情，都不知道沈总什么时候多出了个妹妹。一块长大的交情，见柳结衣居然还羞涩地承认了他的话，我忍不住冷笑。据我所知，沈家和柳家是世交不假，但是沈艳华从小独自在国外长大，成年后才回国，柳结衣都见不得他，算什么青梅竹马？但柳结衣肯定的态度得到了其他人的巴结。柳姐，你还是休息吧，我们来就好。他们和颜悦色地搬来椅子，让他坐下，然后转身用眼刀剜我。秦希月，你说你一个人做不完这么多事，那只要清洗食材，你总能干完吧？夏至附和：就是，难道你比刘姐还金贵吗？我看了眼营地里3大桶食材，又瞥了眼在那装作惨兮兮还要逞强的柳结衣，突然滋生恶趣味。我答应了。好啊，等等。柳结衣忽然站出来，叫住我。我拖着桶回过头，怎么了？你做事向来粗心，这次可要小心。这些食物大家都要吃到肚子里面的。那你来。我没好气地打断他。柳结衣被我气得脸色涨红，夏至愤怒地拿手指着我：你别不识好歹。其余人也帮着柳结衣说话，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不耐烦地挥手，示意他们闭嘴，又对柳结衣说道：柳结衣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不信我又要我来做，这不是刁难我吗？他看着我，语气铿锵有力：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没问题。我蹲在水龙头底下清洗着食材，这里的设施还有很多没完善的地方，比如用水。所有来基地野炊的游客都得蹲在同个大水池外边接，因此地上一直湿哒哒的，稍不留神很容易打滑。我弯着腰，小心翼翼滤掉桶里的水。啊！身后响起的尖叫声差点震破我的耳膜。扭过头，只见柳结衣身形不稳，朝我猛地扑来。服了，怎么还搞碰瓷？我迅速地闪到一边，柳结衣没拽到我，反而打翻了桶里的食材。他瘫坐在水池里，浑身都湿了个透，
有些食材甚至黏糊糊地挂在他的裤腿上，场面顿时变得十分滑稽。我憋着笑，想将柳结衣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打掉我的手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秦希月，他大声质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其他同事循声而来，夏至伸手把狼狈不已的柳结衣扯上来，满脸堆笑：“没事吧？”然后他也不问清缘由，没好气地指责我。柳结衣好心来帮忙，你倒好，把人家推在地上也不扶起来。这下周围凑热闹的人看向我的眼神都变了。我皱着眉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推他了？他是自己摔得好不好？他一直待在我后面，我怎么可能突然往前面水池的方向推他？一个路人，这女的态度好差，我们没看见，鬼知道是不是他推的。”夏至点点头：“可不是吗？这里没有监控，他现在当然说什么是什么喽。”另外一个路人则不赞同他们的说法，可他说的不无道理呀，这里的路这么滑，摔跤很正常。夏至摆手：“去，你知道个屁，别围着了，都散了吧。”此时有2个同事欲站出来当和事佬，被我阻止了。我望着柳结衣，嗤笑道：“你不如说说，想要我怎么补偿？”他转了转眼珠，思量片刻，随即有些怨恨地开口道：“摔了算我倒霉，但秦希月，现在食材没了，同事们可还没吃上东西呢。看来他这是扮好人，拿我出来当冤大头了。行，我再去买些来，你可别再摔倒了。”我阴阳怪气地回道。夏至一愣：“还在这吃？”我乐了，问道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这可是你闯的祸，你不如直接请大伙吃饭赔罪。”他对着柳结衣挤眉弄眼，柳结衣也点点头：“我觉得可以，正好我先回去换身衣服。”大家呢，见他和夏至都这么想，其他人便同意了。可以呀，没什么。我无所谓地勾起嘴角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还想做什么妖。果不其然，柳结衣预定了一家高级餐厅，她特意换上了高定的小礼服裙，蹬着一双恨天高，趾高气扬地瞧我。这是我经常和艳华来吃的小餐厅，据说还是当今娱乐圈影帝旗下的门店呢。我似笑非笑地回望他：“所以你确定要选在这里吃饭吗？”他抿唇，也礼貌地对我笑了笑，眼底流露出几分不屑。“也是，我差点忘了。”正说着，他故意抬高声音又道：“秦希月，你是不是觉得太贵了，请不起啊？”我鄙夷地撇嘴，想以这种方式让我丢脸，未免太小瞧人了。于是我摇摇头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怎么会啊？柳姐，就在这里吃，随便吃，毕竟今天我请客嘛，爱慕虚荣也要有分寸。”此刻夏至出声道：“给你台阶你不下，别到时候后悔莫及。”其他人也觉得我这样会下不来台，我只是冲他们大方一笑：“大家别客气，尽情点。”听了我信誓旦旦的话，大伙这才进场入座，而夏至更是毫不客气，他连菜单都没拿上手，便兴致勃勃地询问服务生：“你们这里最贵的菜是什么？我们人多，麻烦多上几份。”服务生：“好的。”恐怕这次秦希月要破费了，可能更惨吧。见我不语，柳结衣轻笑出声：“是以为我要汗流浃背了？”我轻松地翘起二郎腿，完全无视着其他人的话，毕竟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和柳结衣口中的影帝可是同一个姓呢。对了，我先去一趟洗手间。我突然开口，夏至立马接话：“你不会是找借口想逃单吧？”我没好气瞪了他一眼，要是逃单我早就跑了。接着在他们怀疑的眼光下，我淡定自若地推门而出。不曾想刚一抬头就碰见了老熟人
是餐厅经理。他一见是我，两眼泛光。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连忙把手指竖在嘴唇中央，示意他噤声。嘘，低调点。我和同事在这里聚餐，你就跟对待普通客人一样，别暴露了我的身份。经理有些不解，但还是答应了我。顺利解决完这个小插曲，我回到包厢，刚一落座，我瞧见夏至竟偷偷松了口气，不禁觉得好笑。我呢，还是很诚信的。然后瞥向一旁与其他人聊得火热朝天的柳结衣，我若有所指道，可不像某些人尽喜欢撒谎，往脸上贴金。我的声音刚落，包厢里突然都安静了下来。柳结衣优雅一笑：“秦希月，你干嘛要这么说你自己？难道为了和艳华攀上关系，特地去弄一份 DNA 鉴定报告的人是我吗？”面对他自以为是的揭露，我丝毫没有露怯。我反问道：“可难道你就真的是沈艳华的青梅竹马吗？”据我所知，沈总是在国外长大的，他小时候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这下一直在巴结他的人，此刻也有些犹疑了起来。柳结衣面色不愉：“我们家向来跟沈家交好，上周我还去了艳华家呢。我和他之间岂是你能知道的？”而后他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我无比眼熟的东西，娇羞地说道：“看清楚了，这可是全球限量的名表，是艳华蹲了好久才拿下送给我的。”他大方地朝所有人炫耀着。我仔细一看，离谱，这不是我托我爸好容易才拿到送给沈艳华的手表吗？怎么会在他手上？当场我站起身：“柳结衣，你少瞎说，这块表根本不是你的。”我神情严肃地瞪着他：“这表明明就是你偷的，你给我还回去！”他也站起来，愤愤道：“你这是诬陷！秦希月，什么叫我偷的？莫名其妙，这分明是艳华给我的礼物。”说着，他走上前，竟甩了我一巴掌。我自然是不甘示弱，想还手，却被夏至抓住胳膊。他将柳结衣护在身后，对我大声斥道：“干什么？你这个疯婆子！”见状，其他人纷纷起身拦住我，说我太过分。过分！我气急反笑：“偷东西还有理了？柳结衣，我问你，你知道这块表的具体情况吗？”他眼神飘忽，显然是没有什么底气，只管死鸭子嘴硬。知不知道又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？我玩味地眯着眼，眸光泛寒。那还真是有意思，你一个平时穿奢品都要在公司炫耀半天的人，现在你说你不知道这块表的来历？柳结衣难得语塞，于是我乘胜追击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来说，听好了，这款表全球共有3只，一只在国博物馆收藏，一只是毕国总统的，还有一只，我顿了顿，也就是你手里的这块，正是手表的设计师亲自送给秦影帝的。”我的言下之意十分明确，那就是柳结衣不可能会拥有这块表。奈何我言之凿凿，本以为可以将他和其他人的话堵得死死的，没想到他反而狡猾地抓住了我话里的漏洞。等等，柳结衣扬起眉，顺着我的话说道：“那奇怪了，你说我手里这只表是影帝的，那为什么会在艳华手里，然后送到了我的手上呢？按你这么说，这岂不是沈总偷的？真是笑掉大牙。”夏至赶紧讥讽道：“你人品败坏就算了，还诬陷上级，我看你这工作也别干了，明天就回公司收拾东西滚蛋！”我怒了，这是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？他才不管那么多，我以人事主管的身份正式通知你。秦希月像是笃定帮助柳结衣一定可以上位一般，夏至鼓着眼睛瞪着我，神态傲然：“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。”现场一片死寂。公司要开除谁？忽的，
包厢门被推开，无比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，我心中一惊，沈艳华怎么过来了？转过身，我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喜出望外的柳结衣打断了举动。她光速换了神情，一副笑脸嫣然的模样，直接掠过夹在中间的我，快步来到西装革履的男人身旁。艳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柳结衣欲挽上沈艳华的手，却被他毫不留情地扶开了。艳华，他小声娇嗔着，还不忘用高跟鞋跺跺地板，以此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沈艳华则是头也没回，在全场的惊愕中来到我的身边。他停下脚步，我用询问的眼神望着他，他微微一笑，伸手按了按我的肩，这是在向我示意有他在，所以不要怕。我一笑了笑，莫名的松了口气，看来他的到来的确令我心安不少。接着，只见沈艳华面若霜雪，她盯着夏至，悠悠说道：“刚才说要开除谁？你再说一遍。”见此情形，夏至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不过与面对我的嚣张态度截然不同。他害怕归害怕，但脸上陪着笑，说话的语气也很是讨好。嘿嘿，沈总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方才说要开除秦希月呢。沈艳华抬眸，淡淡然道：“哦，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员工，他公然欺负刘姐，不知好歹，实在是可恶至极。述说起我的罪行，夏至那叫一个眉飞色舞。”再加上不知何时又迎上前来的柳结衣，两人一唱一和，硬生生在沈艳华跟前把我塑造成了罪大恶极的犯人。我不得不在心中直呼他们两个真是绝配。可惜，比起我此时此刻更像是看戏的心态。沈艳华在看完他们的表演后，脸色简直比锅底还黑，所以秦希月她不知好歹，实在可恶。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重复了一遍夏至最开始说的话。呵，听到这一声冷笑，我彻底明白沈艳华是真的生气了。大伙也被他这动静吓得一激灵。秦希月不会真的是沈总的妹妹吧？这个反应我看有点像 A。就当大伙还在交头接耳等待沈艳华接下来的发言时，他冷不丁地掏出了手机。我这是要干嘛？与此同时，几乎所有人的手机响起了群消息的提示音。我解锁屏幕打开一看，沈艳华在公司群里发了条消息，并且设置成了置顶。那是一条视频，视频拍摄的角度很显然是自拍，里面沈艳华亲昵地搂着我的脸上一片绯红。完蛋！我一咯噔，这不是我背着她偷偷和闺蜜溜去酒馆的那天吗？感情闺蜜说找司机把我送回去，原来找的是沈艳华这个司机，我整个人都快不好了。而视频还在播放真正能令我社死的片段。只瞧画面一转，我夺过手机，反手勒住沈艳华的脖子，醉醺醺的就开始对她进行教育。沈艳华，你听好了。视频中的声音大到不可思议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然而即使我狂按音量键，也阻止不了接下来包厢里响彻我的声线。老公，我是你爹。因为呐喊声从好几台手机里爆破而出，随之而来的是大伙的沉默，以及我的沉默，沉默的震耳欲聋。剩下柳结衣面无血色，瘫坐在地上。她摇着头，嘴中喃喃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”沈艳华反驳道。她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十分自信地将我揽进怀中。不好意思，一直以来都没有给大家介绍，这是我老婆，也是华盛集团的总裁夫人。说什么呢？我可不敢当。我推不开沈艳华，
所以只好从他怀里探出头来说话。我才不是什么总裁夫人呢。柳结衣说你和他青梅竹马，两家世交，门当户对，哪里轮得到我呀？我说的正来劲，沈艳华居然捂住了我阴阳怪气的嘴，不许胡说。他低沉着嗓音说道，唇浅浅贴在我的耳廓上，呼出热腾的气息。我脸一烫，趁乱掰开了他的手。我可没有乱说，我装作气鼓鼓的模样，双手叉腰，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兴师问罪。你都把我送你的手表给柳结衣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沈艳华一头雾水。我什么时候？我指着柳结衣，诺，你自己看。他顺着我的方向瞥去，柳结衣下意识把手表往里藏了藏。艳华，这可是你答应好了要送给我的。他慌乱解释道。沈艳华像是想起什么，先是心虚望了我一眼，然后再看着柳结衣，他眼神凌厉，怒不可遏。上次我是看在你们柳家长辈的份上，才允许你来沈家做客，没想到你趁我不在，自作主张拿了我的表。柳结衣顿时双眼泛红，她柔弱的哀声道：艳华，是你自己说的可以让我随便挑选礼物的，现在就不承认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沈艳华只是冷漠地打量着他。那我走之前也应该告诉过你，我私藏柜里的东西不能拿吧？柳结衣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狡辩不了了，于是抬头装起了可怜。他眨巴着大眼珠子，撅着小嘴，满脸无辜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艳华，你就看在我家的面子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下次再也不会了。这画面太美，不敢看。我默默挪开视线，在心中腹诽：难不成你还想要有下次？无语。同样，沈艳华没有理会他，她宠溺地看着我，撂下一句话：现在怎么处理，全听总裁夫人的。说罢，他又低声贴上来：老婆，这事是我的错，你别生气。我老脸一红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能不能有点边界感？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下，我像甩牛皮糖一样甩开沈艳华。嘿嘿，我单手握拳，想说点什么。夏至见事态不对，转了转眼珠，脸上的表情随之变化。他突然出手，把东西从柳结衣的手里夺了过来。拿来吧你。紧接着，他将手表献宝似的递给我。总裁夫人，这是沈总的手表，我帮您拿回来了。继而他又看着沈艳华，谄媚一笑。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被柳结衣这女人蒙蔽了双眼，希望两位能够大人有大量，别怪我啊！柳结衣尖叫了一声，扑了上去。夏至，你！夏至则毫不客气地踹开他，走开！亏我还以为你能耐大着呢，原来是个骗子。我敷衍地扯了扯嘴角。夏主管刚刚不是还叫嚷着要开掉我吗？他讪讪道：呵呵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我掂过手表，随意看了看，表是好表，只可惜脏了，转手扔给沈艳华。我不满地嘀咕，这还是我求了好久，拜托我爸的人脉拿到的，现在就只能拍卖掉了。此刻，柳结衣居然敏锐地抓住了我话中的关键词，他难以置信地喊道：什么？你爸？你不是说手表是影帝？对呀，我点点头。需要我好心提醒你一下吗？柳小姐，我跟影帝是一个姓哦。闻言，众人皆反应了过来。我靠，所以秦希月不仅是总裁夫人，还是国际影帝秦时光的女儿。此话一出，激起千层浪。完了完了，我们之前那么过分地怪他，肯定彻底得罪他了。那我们不会都被开除吧？但这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明明都是柳结衣的错呀！对，这全是柳结衣搞的鬼。我静静听着包厢里的议论，在心里叹了口气。
一群墙头草，风一吹就飘。不，一开始就不只是我。柳结衣的声音打破了这股讨伐他的气氛。我瞅着他这张虚伪做作的嘴脸，语气强硬：柳结衣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他倒是不在意我的冷言冷语，自顾自地指向夏至和其他几个平时就喜欢在背后议论我的人，往下道：是他，还有他和他。最开始是他们几个在你的工位上偷拍的鉴定报告。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几个他们时不时在我工位旁边晃悠的画面。原来如此，我恍然大悟，在心中自有一番谋算。胡说，我可没有。另一边，夏至大叫道：那2个人被指出后，噤如寒蝉，只剩下他在绞尽脑汁的狡辩。要不是柳结衣指使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做。夫人，沈总，你们的目光是雪亮的，千万别被他给骗了。够了，我打断他的话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所有目光重新聚焦在我的身上。我转向沈艳华。总之，事情就是柳结衣一直在和别人一起刁难我，而夏至为了讨好他，找理由开除我，现在还想抵赖不认账。我陈述道，语气平静。他们几个却吓得瘫坐在地上。我告诉沈艳华，现在我想让他们知道，做错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他颔首，表情恢复了往常的冷淡，然而他眸中的怒意却无法遮掩。随即他瞥了眼地上的人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被开除了。接下来你们就和我的秘书以及律师讨论相关事宜吧。他面无表情地挥挥手，自进门后便一声不吭的秘书助理这才现身，准备将这几人带走。而因为我决定追究柳结衣偷窃的法律责任，他被迫离开的时候仍然不停在闹。沈艳华，你怎么敢送我去警局？你对得起我们柳家跟你们沈家的情谊吗？他几乎是破罐子破摔。沈艳华也不再迟疑，柳结衣，有错的是你，如果柳家要因此跟我们断交，我也无所谓。他的话像是一道晴天霹雳，彻底劈碎了柳结衣的心怀侥幸。他彻底失败，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。沈艳华再次转身面向我，与我紧紧相拥。结束了，老婆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他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望向我的眼神热切而疼惜。所以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终于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朝沈艳华开口问道：你猜？他凝视着我，眉眼微动，想要逗我玩的心思昭然若揭。谁要如他所愿？我故意生气道：不说就算了。果不其然，他一下子就上钩了。哎，老婆别生气，我这就说。沈艳华赶忙拉起我的手，她握得很紧，生怕我下一秒会气冲冲地走开。她说道：我本来是在隔壁和咱爸一起吃饭，刚好一出来碰到了餐厅经理，随口一问，竟知道你也在这里。我轻轻点头，示意他继续。这就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，你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和同事聚餐？他眉头紧锁，语气透露着几分冷峻。于是我打开手机，又翻了翻群聊，这才知道你被欺负了。我应声，其实也没有被欺负得特别惨，但我感受到沈艳华的情绪突然变得很是低落，便回握住她的手，按了按。艳华，你不要自责，我没事，我这不是被你好好的保护了吗？说着，我傻气地冲她一笑，一时间我们四目相对，氛围变得浓情蜜意。沈艳华情不自禁捧上我的脸，正要开始亲昵地吻我，却忽然停住了。我差点忘了，老婆，有一个好消息我要跟你说。2个人之间暧昧的气氛顿时碎成了渣渣，就像阳光明媚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。
我无奈扶额。沈艳华，你真是太……短时间内居然还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我跌宕起伏的心情，我只好低下头准备闭麦。结果沈艳华一把揪住我的脸蛋，促使我只能看着他。老婆，你都不知道，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终于让咱爸承认了。我瞪大双眼，什么？我爸他终于承认了沈艳华这个女婿，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公开我们的婚姻。说罢，他就振奋地立马命人着手起了相关安排。而对我来说，我爸同意公开我们的婚姻，这个惊喜来得实在是太过突然。直到次日回公司上班，我都久久没有缓过神来。但公司里所有同事都得知这一消息后，便都来祝贺我。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下就可以高调了。是夜，沈艳华对我邪气一笑，缓缓说道。我眨着眼，用手指轻轻调戏着他。那你记得以后在办公室不要喊我爹哦。沈艳华闻言，十分暧昧地揽过我的腰。我的好老婆，待会咱们就知道谁喊谁爹了。他的声音低沉，裹含着笑意，不由得令我心头一软。好呀，我等着。我也笑着回抱住他，眼中盛满了对彼此的爱意。我想，无论未来还有多少风雨，我们都将风雨同舟。番外，历经上一次的教训，沈艳华回到公司后不久，便把风气狠狠整顿了一番。当然，在这其中有不少我的功劳，我也顺理成章地将工位搬到了沈艳华的隔壁，算是失去了和同事在背后八卦总裁的乐趣。沈总好，夫人好。我一进公司，点头回应着保安的问好，外面忽然爆发了一阵喧哗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和沈艳华对视一眼，都决定出去看个究竟。只见那个被保安拦住闹事的人，正是已经被开除的夏至。他扯着嗓子喊，脸上满是愤怒和不甘。我不服，我好歹也是华盛集团曾经的老员工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看样子夏至是想把事情闹大。我皱着眉，不顾沈艳华的阻拦，走到他的身边。你怎么还好意思来这？见是我，夏至的动静更大了。于是他被保安们毫不留情地摁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因此他只好安分下来。而在颇为友好的询问后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夏至被开除后，因为人品太差，没有公司愿意再次聘用他。听完，我翻了大白眼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要是不服气，就去找法院上诉。在这闹，丢脸的只会是你自己。下次你再这样就报警了，赶紧走。说完，我让保安把夏至带了出去。余光瞧见沈艳华捏着手机，紧皱眉头。怎么了？我问他，他连忙咳了一声，将手机放回口袋。没什么，老婆，我刚刚被你的英姿所折服，所以拍了几张照片。沈艳华笑得狡黠。好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后来我才得知，柳家同沈家决裂，结果柳家在对付沈家的商战上惨遭失败。思来想去，他们柳家决定放弃柳结衣，将他送至国外，永不回国，再拉下脸来同沈家和好。而夏至来争吵的那天，正是柳结衣离开的日子。他想见沈艳华最后一面，结果自然是被沈艳华狠心拒绝。你别说，是有点痴情在里面的。我窝在沈艳华怀里打趣道，他只是摇摇头，用手指点了点我的唇，可惜就是发错了力，心思不正。我笑着轻轻咬住他的手指。是啊，不过事已至此，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还是希望他能吸取教训，在国外好好发展自我吧。沈艳华亲了亲我的脸，
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睛。老婆，有你在真好。两个人相视而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